黄主任有心了，哎，不过您想听真话吗？当然。儿科有医生反映，黄主任把自己出书整理资料的私活分配给他们，有这种事儿吗？有，不过啊，不是分配，是他们主动要求这么做的，并且还说呀，他们这么做还能够学到很多东西。我呢，也是为咱们年轻医生有这样的上进心感到高兴啊。我怎么听说他们负面情绪很大呢？啊，有吗？啊，不会，您肯定是搞错了。是吗？啊，请喝茶。哎，正好叶医生也在这儿。叶医生，你来说一下，你也帮我整理过资料，是不是你自愿的？有没有从中学到很多东西？我，黄主任，你这么问吓到叶医生了。没错，叶医生的确反映过相同的问题。哎，啊？黄主任，员工有负面情绪，我作为院长，不得不过问一下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确实是我的问题。不过呀，我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意见，我不知道啊。不过院长放心，我啊一定改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吧。哎，喝茶。好。陆院长，我先走了。叶助理，保洁的时候帮我把客厅的香薰点上。嗯。你心情不好啊？你刚才为什么跟黄主任说是我说的？因为你确实说了呀。那是我们私下说的。你没看到黄主任刚才一直在装糊涂吗？他都点名到你头上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撒谎，还是退缩呢？今天是个私下场合，已经给所有人都保留了余地。你之前不是也希望黄主任的问题能够得到改善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什么？如果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，那我要怎么解决一个没有受害者的问题呢？行，你说的都对，我走了。喂，我才看到你的微信，陆朝夕这是等于把你卖了呀？是啊，黄主任一定恨死我了。这你都没说他吗？我说了，是陆朝夕一副很有道理的样子。我也是，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说不出话，气死我。亏你还说欣赏他。我那是上当受骗，被他洗脑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待在桃源村呢。他是属狐狸的嘛，以后我在他面前一定要装哑巴。我这有事儿，我先挂了。
好。你好，宝洁，麻烦开下门禁。好。你好，您是彭阿姨吧？我是陆院长的助理，我叫叶诗兰。陆院长提起过，他家的阿姨不定期的来给他做好吃的。是，我是给西西做饭的。西西，那您忙。嗯。阿姨，我来帮您吧。不用不用，歇着吧。没事，反正我也闲着。那你帮我把那个豆摘了吧，一会儿我包个汤。好。小叶助理啊，你刚才生气说的话，我是不会跟西西说的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我也被这个孩子气过很多次，所以呀，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。您在他们家工作很长时间了吧？啊，很多年了，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，一直把他当儿子养。这孩子呀，从小就很皮，这些年出国留学，毕业以后又忙于工作，我们就很少见面。哎，和平了很多。刚才看你这么生气啊，看来他还是老样子。那平常惹您生气的时候，您都怎么做呀？有一次他把我气急了，我就偷偷的把他的作业本藏起来，让他去学校挨老师的批评。真的啊？啊，这还有假？不过他呀是一点亏都不吃，我藏他的作业本，他就偷换我的盐，一碗菜怎么放都不咸。这的确像是他做出来的事儿，什么都记得，然后冷不丁给你来一下。是啊，这小子啊特别记仇，你这个助理可不好当哦。哎，小野助理，哎，你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呀？我爸去世了，我妈和再婚的叔叔在菜市场卖菜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多嘴了。没事，我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。那小叶助理，你会做菜吗？家常菜会做一些。哦，跟妈妈学的？不是，上初中的时候我就住校了，后来大学毕业，我一个人搬出来住，才有条件学了一点。那还是有天赋啊。来，这一颗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，随便点啊。阿姨，我主要负责陆院长生活方面的事，刚调任不久，了解的不多，有些事可不可以向您请教啊？当然可以。你这么生他的气，还惦记着工作啊？生气归生气，好好工作是本分。行，那一会儿咱们俩加个微信，你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啊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不客气。小叶助理啊，你先走，等西西回来，汤也煲好了，我跟她打声招呼再走。好，今天辛苦你啦，一直给我打下手，还陪我聊天。是您陪我聊天，把我的气都聊消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是西西这个孩子我还是了解的，他本质上是不坏的。我知道，就是一些工作上的小摩擦，没事的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对了，今天咱们俩说的话就都是秘密，我可不希望这小子说我在外面不给他留面子。好，秘密。那阿姨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走吧，注意安全啊。拜拜。
喂，院长，你家的保洁已经做好了，我现在要回去了。客厅的香薰我已经点好了，黄阿姨给你做了饭，她还没走，所以香薰我也没有灭。如果家里没人的话，记得把它灭掉，杜绝安全隐患。好，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吗？没有了。哦，对了，以后来我家来回都打车吧，从私账里出钱。不用了，我骑车就行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挂了。阿姨，做了什么好吃的呀？快饿死了！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妈，怎么是你啊？面来喽！慢点。不错吧？果然还是泡面适合我，吃大餐让人消化不良。欠人理短，吃人嘴软。陆朝夕这一套的呀，高手。他何止是高手，他简直就是狐狸成精了。今天他和黄主任刀光剑影的时候，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误伤我。结果呢，还是被秒成渣渣。你这是从新手村出来就遇上帮战了，而且直接对上帮主，等级差太多，只能是炮灰。前几天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想到的，幸福来得太突然。暴风雨来临前都是风平浪静的，写作手法里管这个叫寓意先扬。我还送了他冬青花，你知道吗？他倒是坚韧不拔了，我却成了他的垫脚石。你说气不气人？被出卖了能不气吗？陆朝夕这就是人品有问题。也不至于人品有问题吧，这就是做事方法不对。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？本来就是，他也有很多优点的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陆朝夕肯定是看出来你容易心软，才把你吃得死死的。所以说他是我的克星啊，一说他坏话，他就能发现。还好今天的阿姨人真的不错，答应替我保密，不然我又要被他抓住把柄。你以后啊，在他身边脑子放清楚一点，不用担心我啊，大不了我就不取材他了。我才没担心你呢。彭阿姨有事回老家了，你也没必要骗她呀。来，给。那当时小叶助理在说你坏话，你还告诉他我是你妈，人家回去还能睡得着觉啊？以后还怎么一起工作？你真有想那么多？我看你是觉得别人认错了，自己玩心起来了，想找乐子吧。那你当初不也骗人家？我那是因为工作。找他做助理，也是为了工作？那当然，要不然是因为什么？你之前跟我说起桃源村的时候，谈起他的表情可是很有好感啊。我那是欣赏别人的品质。感情就是从欣赏开始的。哎，你们俩天天待在一起，你仔细想想，就没有一瞬间有那么来电的感觉？还真有啊！不是，那哪叫什么来电啊？那跟漂亮的异性在一起，因为某种氛围下，因为本能出现不自在的反应，那也是很正常的事儿啊。你也承认小叶助理漂亮了？妈，你最漂亮。跟你妈说话还打岔。咱们家不需要你做商业联姻，找自己喜欢的最重要。问题是你真的想太多了。哎呀，就不用管了。要是你们俩关系变好了，我就找机会跟他解释；要是没什么进展，他不做助理以后，我们也不会见面。
互不影响。随便吧，你别乱来就行。倒是你要注意啊，别老耍小心机，惹人家女孩子生气。所以他说我什么坏话了？想知道啊？不想。想知道也不告诉你，这是我和小叶之间的秘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说，你可不愧是我亲妈。给，早。哎，曾医生，你把黄主任那个资料给我啊。我还没弄完呢，黄主任催了。不是，黄主任说不要我们整理了，让我把资料收齐还给他。黄主任吃善良药了。昨天林特助来找过咱们以后啊，这黄主任啊让院长给叫上去了，估计是被院长给骂了。我们昨天什么都没说呀。昨天上午呀，院长让叶医生去找黄主任拿了一本书，估计是早就听说了这事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叶医生告的状。叶医生这么刚的吗？人家现在是院长身边的红人儿，院长亲自送他下班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跟江医生亲眼所见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儿科要变天了。你太天真了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火烧完了哪儿来的还得回哪儿去。那这叶医生不会引火上身了？他昏了头了呗。说实话，我还挺佩服人叶医生的，最起码他做了我们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儿，现在也算是帮了我们的忙，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人家才对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，麻烦下来取一下。好，我马上下去。你好，你好，是1162吗？是，这是您外卖，谢谢。客气。请你喝杯巧克力奶昔，不要再被陆朝夕的甜言蜜语给迷惑了。还有什么甜言蜜语？叶助理。还是我来吧。阿姨，帮我清理一下吧。不好意思，阿姨。啊，没事儿，你们走吧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刚才点的什么？我陪你一杯吧。不用了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刚才明明是被吓到的，我在你心里还是那么可怕吗？没有啊。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？没有啊。叶助理，外卖是不能送上来的吗？医院有规定，需要自己下去拿。你觉得这规定合理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个规定是为了更好的就医环境，自然是合理的。为什么说不知道？既然你觉得合理，那为什么要问我啊？帮我点一杯刚才那杯饮品吧。啊？有问题？没问题。你的警告起了作用，黄主任让我把资料都收回去了。见风使舵，动作倒是挺快的。
儿科其他的事情，你为什么没有顺便点一点他？如果没有佐证，他只会跟我打在一起。而且他是安心的老员工，又是科室主任。如果对他处理的理由不充分，那他在其他主任或者医生同行面前胡乱编排，对我们可不太友好。借。院长，你要的饮品，知道我为什么点吗？想陪我一杯？拿走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点了一杯。我先出去了。自己点一杯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有话直说。只是想起了一句网络流行语，说来听听。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开什么玩笑？叶助理是在跟你保持距离吗？因为你出卖他的事。什么叫出卖？即便我没有准备道歉，黄主任也会把这笔账记到他头上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叫他做助理？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啊，也是在帮他。人家自己会想明白的。但愿吧。我说他怎么把叶诗兰调去当助理了呢？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哎呀，你说，许副院长，我们黄主任，我们当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啊，帮领导做些事情，这怎么了？干嘛这么上纲上线的？弄得自己跟青天大老爷一样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要收敛一点。徐院长，你不能小看这个陆朝夕，他呢是为简历贴金来的，到时候哗众取宠一顿，捅了一堆篓子，到最后不还得你来收拾吗？啊，你就说，这个纪录片这事吧，陈主任不知道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啊，居然一点都不反对了。那些产妇们都知道要拍摄纪录片的事儿了吗？不知道，到现在还没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应该啊还在保密阶段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许院长，您听说咱们集团张董的儿媳妇儿也要在咱们医院生产了吗？我前一阵子还在妇产科见过她呢。哎，许院长。小叶子反套路到陆朝夕，心情爽吗？看到他吃瘪的样子，太开心了。院长，有事吗？吃饭了吗？还没呢。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不用了。要不你请我吧？啊？啊什么？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那你想吃什么？你好，请慢用，谢谢。这家店味道还不错，离医院也近，你将就一下吧。客随主便，我不挑的。林特助说黄主任把资料都收回去了，这里面有你的功劳。我才不想要这种功劳呢。那天你还说愿意配合我的，我现在后悔了。你就这么怕得罪黄主任吗？院长，
我知道你想打造一个更好的安心医院，我很佩服。但我真的只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，以后回到儿科可以安安心心的做一名儿科医生。还以为你是很有正义感的人呢。正义感能当饭吃吗？那你这样明哲保身能让你快乐吗？我快不快乐对你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。我知道，你想做一个好院长，关爱员工，但是你真的不用再给我洗脑了。你觉得我是在给你洗脑？不然呢？我是真把你当朋友才这么说的。你把我当朋友？对啊，你不觉得我们挺有缘分的吗？我被困的时候是你收留了我，而你刚好是安心医院的医生，想要被调回来，而正好我又是安心医院的新任院长，好像是挺有缘分的。你没有把我当朋友吗？你是领导，领导就不能当朋友啊？也不是。你觉得我配不上你？怎么会？你那么优秀，是我不敢高攀。交朋友还高攀，你就这么势利吗？我是没有往那方面想过。你有？我有。对啊，你想想，如果你只是把我当领导的话，你还敢给我使眼色、堵我的话，故意跟我对着干吗？你就是认准了我们的交情，觉得我不会生气为难你。我好像是不怕你。你就怕黄主任，不怕我。如果你不是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就是专挑软柿子捏。怎么会？再说，你也不是软柿子。叶石兰。嗯？既然我们是朋友，那我以后这么叫你吧。好啊，不过我还是习惯叫你院长。可以啊，听起来很带感。其实你一点也不像院长，我印象中的院长都是穿白大褂的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你女朋友也太漂亮了吧！送她一枝花吧。她不是我女朋友。可是你们很般配。但这个小姐就高攀不起吧？别闹了，别打扰人家工作。院长。院长好。院长，你们好。你女朋友太漂亮了，送她一枝花吧。一枝花多少钱一枝啊？5块。来这。走吧。语文。祝你们大爱情甜甜美美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姑娘，还有多少枝花？15枝，75。行，我全要了。你干嘛？好，付完了。给。干什么？拿着。小哥哥，加油哦！你搞什么啊？送你花啊，你不是喜欢吗？我是问为什么？想让你开心点。我是想着把他的花都买了，他可以早点回去。他还有存货，不会这么早回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在街上卖过花。为了挣生活费？碰到情人节和七夕的时候，这一天能赚出2个月的生活费。这么多啊？不过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标准，我1个月大概也就几百块吧。那你在卖花的时候，也像他们那样嘴巴那么甜吗？当然啊，一定要积极热情，
遇到女生就夸她漂亮，遇到男生就夸帅气，遇到是情侣的就祝他们幸福美满，祝福不是情侣的早日牵手成功。而且一定要有眼力见，如果遇到有希望的就多推销推销，没希望的就不要浪费时间。总之，小嘴要甜，多说漂亮话，生意一定会好的。笑什么？啊？我看你一直在笑。就是很难想象到你也有嘴巴那么甜的时候。那你是不知道，一个普通人会为了生活妥协成什么样子。你这是要干嘛？前面就到医院了，我把话包起来，不然和你走在一起容易误会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解释啊？他们应该能看出你是在开玩笑吧？那可不一定哦。走了，管人家怎么想的。小叶助理，西西给你道歉了没有？不用道歉，他本身也没做错什么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他要是再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教你怎么对付他。谢谢阿姨。院长，叶世兰，帮我收拾一下茶具，下午不回来了。好的。你跟叶助理和好了？什么叫和好？我跟叶世兰本来也挺好的。看出来了，你都直接叫名字了。我们现在是朋友。叶助理真的自己想通了？何止想通了，中午还请我吃了顿饭呢。人家叶世兰才不是小家子气的人，孰是孰非，心里明白得很。我欣赏的人绝对错不了的。万事无绝对。你是真的很容易把天聊死啊。我们要去见的这个猎头是专门负责医生领域的，手上的资源很多。我刚知道他是我的学长。行，一会儿你主聊吧。好。院长在追你啊？当然不是，但这不关你的事吧？是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不要跟院长走得太近。他们这些人喜欢以说话之道蛊惑人心，你很容易被绕进去，被利用，被人家当枪使，最后变成炮灰。你了解他吗？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你看，你现在已经在替他说话了。你怎么这么容易被骗啊？当初被高院长利用，得罪了黄主任，拖那么久才给你调回来，你怎么不长气性啊？关高院长什么事儿？你果然还是不明白。叶世兰，我是不会害你的，你听我一句劝行吗？不要随便站队，也不要以为院长能够主持正义。我们就说黄主任吧，这些年给我们医院做了不少贡献，又是儿科名医，院长是不会因为他犯了什么小错就对他怎么样的。院长怎么对黄主任，不是我要操心的事，我只是一个临时小助理。
那你以后不回儿科了？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啊？陆朝夕来我们医院做院长，那就是给履历镀金的，镀完金拍拍屁股走人了，你不是还得回来？你说你把黄主任得罪了，你有好果子吃啊？哇，好漂亮啊！你怎么不直接放医院，还拿回家来了？院长呢，每天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，我办公桌上放一束红色的玫瑰，多奇怪。陆朝夕真是因为开玩笑送你花啊？要不然呢？别一听说我们关系缓和了，就想东想西的。你们现在可不只是关系缓和了，你们可是朋友。朋友，有的时候可以是个很暧昧的词。也许他只是客套，随便说的，我当真了。我先换衣服去洗澡了。哎，小叶子，你心情不好吗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累了。叶时兰，早啊！早，院长。我帮你开门。没有换花吗？剪了根不换了水，还能再撑2天。我说你，也没有必要这么节俭吧？新买的花已经在路上了，到了就换。哦，又给我准备什么花？我买的花。算了，你还是先别说了，等到了直接给我惊喜吧。院长，你这样让我压力很大。那就化压力为动力，揣摩揣摩，用心准备。我先出去了。哎，妈，兰兰，你谢叔叔的姐姐在县医院挂急诊，医生建议转到上级医院去。我准备跟小伟跟车过去照顾。要来我们医院吗？哦，不是，去附2医院。哦，那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忙你的，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安顿好了我再给你打电话，见面再说啊。好，那你们先听医生的，有事再联系吗？啊，好好，拜拜。叶时兰，帮我下楼拿个外卖。好。